万圣节这个卡在10月的最后一天，却不是公众假期的日子，每年还是受到世界各地的积极关注。好像在这一天，大家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跳脱自我，装扮成那些平时连自己都不敢直视的惊悚人物。小朋友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处拍门要糖果。至于我呢，总是要在商场、街道、办公室被各种南瓜啊、蜘蛛啊、扭曲的恐怖面具侵占的时候，才会慢半拍的想起，原来万圣节快到了。其实我常常会紧张的想，当那些小朋友满怀期待的来敲我门的时候，不过万圣节的我，该如何面对他们的热情，甚至是恶作剧呢？而且在基督徒的圈子里，关于能不能参加万圣节活动的这个问题，也是说法不一。到了万圣节的前一天，我的心里突然浮现了一个画面，记得有些人会在门上贴一个 Sorry No Halloween 的告示来表态，但是感觉好像冷冰冰的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，更好地传递这个信息呢？结果到了晚上，我整个人累到无法运转，就想打消这个念头去睡觉算了。可是心中的画面却久久不退。好吧，我努力打起精神，用了我非常有限的绘画水平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英文卡片，还把马太福音7章7至8节耶稣讲叩门的那段经文特意写在上面，希望会有小朋友留意到。隔天晚上我回到家，跟往常一样去信箱拿信，竟发现有张红白色的卡片睡在信箱里，是那种邮递员在没人签收包裹时会留下的卡片。不如往常的是，这张卡片上竟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 Hello there, Posty here. Thank you for your lovely message left on your front door. I really needed to read that. I said a prayer last night before bed and things have been rough. But I feel like this is a message from our Lord. Thank you. 读着读着，我已经泪流满面。我不敢相信，心里这个倔强的小念头，竟然就这样被上帝使用。本来是写给小朋友的信息，竟成为了天父对这位弟兄或是姐妹最及时的安慰。或许我这辈子都不会遇见他，但在这一刻，我和他的生命因为上帝超越时空的爱而连结。每一次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上帝奇妙的工作，就让我加倍地感受到他的真实。虽然看不到摸不着，爱我们的上帝原来一直都在，在他高于一切的旨意里，他真的细心看顾每一个他所疼爱的孩子，一个也不落下。当我们还一头雾水的时候，他无时不刻地在工作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究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众议纷纷的万圣节呢？我想是用爱吧。当万圣节褪去花俏的装束，将所有摆设收回箱底，剩下的还有没有我们爱邻舍的心呢？